刚从美国旅游回来啊，美国现在到底有多发达？不吹我也不黑，所以说呢，今天呢就给大家说一说我去美国旅游之后的一些真实感受。今天呢我就用我的心得分享出来。很多人都说呢，美国是这个世界强国，数一数二嘛。那我确实是认可它的一个强大，因为美国呀在全球都有很多的那个基地嘛，相当于是一种霸权行为嘛。总喜欢对别的国家呢那是指指点点。那美国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？今天呢就给大家说一说啊。从早上出门呢，美国人是早上洗澡的啊，因为前天晚上他们基本上都会玩的非常的晚，在什么酒吧、夜店、KTV 会所里面，基本上都是玩到那种凌晨或者是天亮才回家啊。所以每个人呢习惯都是晚上不洗澡，回家呢就直接跑到床上就去休息了。第二天呢起来再洗，那洗完之后衣服怎么办呢？所以说呢，在这里就必须说一下，美国人浪费现象呢那是非常的严重的。因为美国呢他们是不允许那种晾衣服在外面的，被发现是要被罚款的。所以说呢，他们只能用那种烘干机来烘啊。比如说呢，咱们就是上班出门了，洗完澡出门上班嘛，无论就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，他们那种大楼里面、写字楼里面、大厦里面都是要开那种空调的，还要开什么加湿器。空调真的是一年四季的那都是不断电的啊。然后到了中午吃饭嘛，比如说咱们去那个餐厅里面做好的那种熟食呀，他们呢是2个小时之内，如果说呢没有被那种顾客给买走，这个食物呢就必须给扔掉啊，直接扔到垃圾桶里面。可以说呢，就是食物浪费这一块真的是不敢想象，真的是太夸张了啊！就是2个小时之内做好的一个熟食，包括面包了什么的，如果说没有被卖掉，然后全部通通都扔掉啊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美国浪费的食物就是有多严重。我感觉呢，可以供整个非洲啊，可以养活整个非洲吃一整年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像咱们到了下午要去喝下午茶嘛，就出去逛一逛嘛，在美国的纽约或者是洛杉矶的一个街头，确实能够看到几栋那么高楼大厦啊，那种摩天大楼都是上个世纪50、60年代都有这么多高楼了。上个世纪50、60年代到现在呢，还基本上都是如此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。你像大部分的房子呢，稍微偏一点的，你就比如说像咱们武汉这边三环以外有很多的高楼大厦，对不对？但是在美国那边呢，只有纽约那种大城市的市中心呢才会有那么几栋高楼，像那些标志性的建筑。那么其他呢基本上都是那种自建房，像别墅一样，还有那种平房什么的2、3层的。美国人是特别喜欢租，包括特别喜欢住那种房子啊。那再一个就是美国人，你别看他发达，但是呢他们老百姓的手上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钱的，因为美国人呢都是倡导那种提前消费嘛，像什么信用卡、什么万事达，基本上都是从美国那边流行过来的。美国人的消费观念呢也特别的超前嘛，个个都是负债的，基本上个个都是负债的。他们还说呢咱们中国人负债，美国人的负债率呢那是非常的高，他们很多人的手上，老百姓的手上连500美金都拿不出来，可以毫不夸张的讲，很多人呢可能连50美金都拿不出来啊。大部分人呢都是过着那个吃着碗里的，然后看着锅里的，永远的都是负债，永远都是没有钱花的一个样子啊。所以说呢，这就是美国的一个真实状况。还有一个拿一个最明显的举个例子啊，就是美国那边的钓鱼跟咱们中国有很大的区别，不是想钓就能钓的，必须有那种钓鱼证啊。路边那种花花草草全部植物全部都是有人管的，你不能随便采摘，也不能随便碾压。如果说采摘被发现了，没有被发现还好，发现都是要重额罚款的啊。遛狗呢必须呢有那种遛狗证，然后呢狗屎呢必须是自己拿回家的，要么就找个垃圾桶扔掉。在美国的晚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？我在美国呀，基本上晚上我都是不敢出门了，只能够在房间里面待着啊。我就是出去玩了一下，出去看了一下，结果呢街上到处都是什么团体啊，就是某团某社团，晚上呢大部分都是那种流浪汉，那种黑人乞丐，全部都是那些人的一个天下啊。哪像咱们大中国治安这么好，晚上吃宵夜吃到凌晨，包括那种女生逛到天亮，穿的再怎么清凉也没有什么事儿，非常的安全啊。这在美国呀，美国人眼里真的想都不敢想的，就是咱们中国的治安实在是太好了。很多美国朋友来到咱们中国之后呢，都说被骗了啊，被美国的媒体给骗了。他们经常就是在网上面造谣嘛，说咱们的中国的治安不好嘛，相反是美国的治安真的是太乱了啊。咱们中国的治安呢，不知道比美国要好多少啊。还有很多西方的国家，那种什么欧洲的国家，他们晚上都是有那种宵禁的，对不对？因为
在他们那边，包括在美国那边都是合法持枪的，走在街头真的是动不动就听见那种各种的枪声嘛，就是感觉还是挺危险的啊。这些呢就是我在美国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所见所闻啊，不知道大家感觉美国怎么样？如果说有时间有机会的话，你愿意去美国旅游吗？反正我是再也不会去了，我真的是害怕呢，有命去没命回。一个呢就是一个治安的问题，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啊。